孩子这么小，送去托婴中心不放心吗？双薪家庭要怎么样照顾刚出生的小孩呢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育婴留职停薪规定，可能就会对遇到这些困扰的家长们有所帮助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ean， 欢迎各位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。关于育婴留停呢，曾经有人问过我们，在育婴留停期间，老板不发薪水，这样是不是违法了呢？这可能会有一点小误会哦。其实育婴留停期间是不用发薪水的。其实啊，育婴留停的完整名称为育婴留职停薪，因此啊，老板是为了让员工可以去照顾他年幼的小孩，所以保留了员工的职务，并停止发放薪资，所以他才会叫做育婴留职停薪哦。所以在这段期间，老板当然是不用去发给薪资的啊。但是啊，劳工是可以向劳保局去申请就业保险给付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。这个部分我们会在后面再详细说明哦。依照性平法的规定呢，只要年资满半年以上的这个劳工，在小孩3岁前，最多可以请2年的育婴留职停薪哦。那每次至少要以6个月为原则。当然啦，如果你的老板同意你少于6个月的期间去向公司申请育婴留停，这当然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话，主要提供我们画面上所详列的这些资料。当然啦，每个事业单位他们都有自己的请假制度，或是相关的育婴留停的表单要去做填写。但如果这些比较小规模的事业单位没有定出自己的格式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参考劳保局制定的格式哦。那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资料里面，其实大部分的人最有疑惑的，应该都是配偶的就业证明这一项吧。那其实可以提供另外一半的投保记录，或是请他的公司去提出他的工作证明，或是像服务证明书这些资料，就可以去佐证说他的确有就业哦。那提出另外一半的这个工作证明呢，主要是要让您的公司知道说你们的确是双薪家庭，在家里没有办法有人去照顾年幼的小孩，所以才需要去提出这个证明。但是法令也有规定，如果你们家是有正当理由，比如说是单亲的家庭，或是另外一半的确有生活上的困难，没有办法去照顾小孩，那即使另外一半没有工作，用这个正当理由，也是可以跟雇主沟通看看，去申请育婴留停的哦。只要你过去的就业保险年资呢有达到1年以上的话，而且也依照了刚刚前面所说的规定，向你的老板提出了育婴留停的申请，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咯。简单来说啊，只要过了雇主这一关，而且你的投保年资也足够的话，基本上请领津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一定要记得要填写劳保局他们所制定的这个申请书，并且要请雇主去盖大小章，然后准备其他相关的资料，就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了。那我们的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呢，是以你留停前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的60%去计算这个育婴留停津贴的金额。如果不确定金额到底有多少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到劳保局的官方网站去做试算哦。育婴留停结束之后呢，辛苦的父母应该就要回到职场上继续工作了吧？那依法来说呢，复职的时候啊，其实雇主应该要让这些工作者呢，可以回到他们申请育婴当时候原有的工作哦。那这个指的是呢，包含工作时间、工作薪资，或是工作的内容、工作地点这些劳动条件都不能有不利的变更。如果要变更这些劳动条件的话呢，雇主就必须要跟员工去做协商，并且要遵守劳基法第10之1条所规定的调动5原则哦。那有关于调动5原则详细的规定呢，我们就之后再做一集影片，再跟大家详细说明啦。如果雇主拒绝员工去申请育婴留停，或是因为员工申请了育婴留停之后呢，雇主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对待的话，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违反性平法第21条的规定哦。那经过主管机关查证属实的话，雇主违反这条规定，除了会被处以2万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，更有可能会被公告事业单位的名称以及负责人的姓名哦。所以提醒各位老板们，千万不要去违反这项规定，也不要去阻挠这些员工申请育婴留停哦。以上呢就是有关于育婴留职停薪非常简略的一个步骤。那相信各位在申请育婴留停的过程中呢，一定会遇到很多很细节的小问题，是影片中所没有提到的。那如果各位有遇到任何问题呢，也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，我们再来讨论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个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那也再帮我们多多分享这支影片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